嗨，大家好啊！今天3月18日啊，收盘了。今天呢，反正这个鲍威尔讲话呢，讲完之后呢，全线下挫啊，跌的还比较狠啊。嗯，顺着说吧啊，先说一说这个盘面上的一些东西啊，然后再去看这个先说黄金吧啊，黄金呢，反正今天是重挫了啊，这个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开新闻发布会，然后咚咚咚咚咚就下来掉，这个也没有办法啊。这早盘其实还好，开新闻发布会，然后就咚咚咚就下来掉了啊，就反正到现在还在继续下挫，跌了3.7了。这是黄金啊，这是黄金，黄金今天重挫，然后油价呢，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比较，这就拉上去了，刚才还比较平稳，现在又上去了，2.64啊，好吧，刚才写的微涨的时候才1%不到啊，就是收盘前我写的时候，这会涨到2.64了，然后，数字货币呢，反正今天是全线下挫啊，这个 ETH 怎么涨上去，怎么跌回来，早盘的时候我就说我拿着空单啊，反正现在空单还在，我也没有撤。BTC 呢，反正也是怎么上去怎么下来啊，就这么一个情况。说一说，先说鲍威尔的讲话吧啊，说完了我们再去看那个经济预测报告。鲍威尔今天讲话呢，几个东西啊，首先第一，利率决议这个按兵不动啊，这个就不说了。然后表决情况呢，史蒂芬米兰啊，就是特朗普的这个走狗呢，呃，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啊。我们看一下点阵图，这个是他投下的唯一的反对票啊，就是反对主张降息25个基点的，就是他啊。今天是投了反对票啊。点阵图呢，这个2026呢是说的这个今年年底啊，今年年底的情况。反正今天只有他一个投了反对票啊，其他人都是维持利率不变，11比1。然后呢，经济预测摘要，点阵图这个待会儿一会儿再说啊。然后鲍威尔的核心讲话呢，首先第一几个东西啊，第一呢，核心政治啊，这个地缘政治啊，不是核心政治，地缘政治与能源啊，它就是说美机冲突引发的油价飙升是目前的不确定性来源，表示高能源价格短期内会推高整体通胀，但目前判断这些对经济影响的深度和持续时间还为时过早，因为不知道这个冲突什么时候结束啊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也承认了劳动力市场增长处于低位啊，2月份意外减少了9.2个就业岗位，他认为失业率仍趋于稳定，尚未到救火的程度啊，这就是一边是要对抗高通胀，一边呢没有给市场一个信心，就是就业坏了，它还本来是大家希望要降息的，结果呢它也没降，还要维持现在这个利率，然后呢就是说通胀还是第一目标，也就是说为了通胀可以牺牲就业，大概就这么个意思，所以呢整体呢就上去了，然后在问及消费者信心的时候呢，鲍威尔很难得的感性的提到，他理解民众因物价提升连续5年高于目标而感到被压榨的这个情况啊，就本来也就是现在美国确确实实就是这么样一个状态。所谓通胀没有上去，只是他妈的数据的问题啊。你如果真的在美国生活，或者你有美国的朋友，你可以去问一下，到底这个通胀是怎么样一个情况？绝对不是现在数据上面所表现出来的这个通胀啊。然后关于问答环节呢，首先第一呢，就是关于这个继任者与独立性。反正他说，凯文沃什如果5月15号没有获得参议院确认，那他将继续根据法律继续担任代主席啊，就是代暂时的主席。然后呢，关于 DOJ 的调查，就是司法部调查呢，就态度强硬。他的回答就是调查结果在真正透明定论之前，他是不会离开美联储理事会。言下之意就是说，就算15号凯文沃什获得参议院确认，他也不会离开美联储啊，就是他还会继续担任这个理事。这个和我今天早上说的东西差不多一个样子啊，就是和我的判断是一致的。然后关于这个股市呢，就是美联储没有因为就业疲软而给出明确降息信号，反而调高了通胀预期，所以呢全部收跌了啊。然后美元指数反弹到100点上方，交易员压住下次降息呢，可能推到晚些时候，可能9月甚至11月，甚至可能今年就不降息。我的解读就是，如果现在这个战争持续下去，这个冲突持续下去，他妈的不加息就是好的了啊！这个大家要理解这一条。反正现在这个市场呢，就是整体就是这么样一个状态。
我还是那句话，市场呢整体也没有到要崩盘的时候，还是会继续宽幅震荡啊，然后大家还是要有耐心，然后就这么样一个情况啊。然后说完这些呢，刚才大家也看见美债今天收益率是全线上行了啊。其实再涨啊，我觉得我到现在还不想去做啊。本来我是昨天前天我有点想空美债了，然后我忍了一下，我觉得还不到时候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美债估计还要往上走一走啊，可能要走到4.5左右啊，10年期要走到4.5左右，甚至更高，我才会去空它啊。现在暂时也不动啊，因为现在情况也不明朗啊，没有必要去做这种不明朗的交易。好吧，这个是我的一个解读，然后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呢，就是美光发财报啊，美光发财报呢，其实美光的财报是非常不错的啊，我给大家念一下，美光的财报是非常不错的，这个 EPS 是 beat 了40%，然后 revenue beat 了22%，而且 EPS year over year 是涨了682%，revenue year over year 是涨了196%。啊，这个就很恐怖了啊！这个 quarter to quarter 我就不说了啊，就说 year to year。但是大家发现现在美光盘后是在下跌的，这么好的业绩为什么会下跌？其实这个逻辑和英伟达是一样的。我早就在说这些东西，前段时间早已经 price in 了，很多的增长的预期早已经 price in 了。你觉得要是还觉得它会涨，那你请便啊，这个是您的选择，不是我的选择。我不管其他分析师看到多少。我自己的这个估值程序估下来，这几只票基本上就是横盘的状态，基本上很难往上再涨了，就是所有基本上都已经 price in 了。你说还有真的太多的多少空间？除非真出来一些革新性的东西啊，或者这个真的增量啊。特别给大家说一句，就是如果你今天没有看鲍威尔的讲话的话，我给大家提醒一句。鲍威尔今天说了一句话，直言 AI 没有提升生产效率啊，这个就业岗位的被砍掉不是因为 AI 啊，他直言 AI 没有提升生产效率，这个是他说的原话，好吧？你如果不相信，你自己去翻一翻他的问答环节的稿件。OK 啊，那我们现在倒回去看这个经济预测报告啊，经济预测报告呢肯定是要看的。首先呢，先说这个部分我们就不看了，我们从点阵图开始。点阵图呢，反正大家可以看到27、28年可能出现加息的情况，对吧？这个就说，如果这个冲突持续下去，油价持续走高，通胀持续上升，可能都不用等到27年，可能就是下一次开会，他妈搞不好就要加息了啊！这个是我的一个判断啊，就是你不要指望美联储现在去救火降息，除非真的私人信贷这个市场爆了大雷。或者真的有导火索导致美国经济真的突然崩盘啊，才可能去紧急降息。否则，如果按照现在这个平稳的局面啊，就是高利率维持甚至还要加息啊。这个大家要理解，现在整个市场的逻辑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一直让大家说，让你们远离高估值，远离高估值。我说了多长时间了，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进去啊。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一直在这个去做大科技啊。今年的交易是，或者不是今年，或者说往后1到2年，甚至2到3年的整体交易，如果科技上没有太多的突破，那么整体的交易又会回归到最理性的基本面，最理性的去找现金流好的公司。AI 的这一波叙事，这一波估值基本上已经炒到头了，现在大家要回过头去找真现金流好的公司啊。我不是说美光的现金流不好，我也不是说英伟达的现金流不好，但是我也一直在说我在做空英伟达，是因为这个叙事到头了，它的很多东西已经 price in 了，你要还觉得这轮叙事还能续下去，这个故事已经讲不下去了。现在华尔街也好，投资人也好，需要看到的是 AI 的企业真去获利，而不是只是看着这些硬件厂商在哐卖硬件。那前端终端的消费起不来，真的前端做 AI 的这些公司无法获利的话，这些硬件卖出去还能卖给谁？那已经卖到一定程度了，没有人再愿意去给这种PPT 融资PPT 融资也好，画大饼融资也好，如果前端的这些企业融资融不到，那这些硬件还怎么卖得出去啊？大家要理解这种逻辑。虽然过去2、3年这些
硬件厂商是过得很舒服，但是往后不一定了啊，我只能说是不一定啊。所以现在整个美股的交易，大家还是倒回去找现金流好的公司，去找这种不可替代的生产制造企业。大家一定要理解，生产制造企业才是真整个社会的基底啊，农业、工业才是整个社会的基底。你 AI 再牛逼，科技再牛逼，你是要提升生产效率或者去做很多替代的。如果没有，那么大家还是原始返璞归真，回去找现金流好的企业啊，去找这些工业这些东西去。所以我从今年年头的充电群的展望也好，或者这个公开的展望也好，我就没有再提过大科技的事情。当然，我们在充电群里边提了一些科技的内容，但是那些科技我现在不拿出来讲了，就看今年能不能出来。如果真出来了，我再来吹这个牛逼；不出来，我们就先放一放，好吧？这个是点阵图啊，多扯两句啊。今天因为有这个东西，我们就多说几句啊。然后呢，接着看 GDP 啊 ，GDP 呢，27、28年我们就不去看了，我们就看26年。26年呢，大家注意这条虚线是上一次的这个经济预测啊。现在呢，反正经济预测呢，今年 GDP 还是会上。那么这个 GDP 的上，我也给大家拆解过很多次。现在美国的 GDP 就是数据中心的建设在拉动。如果数据中心的建设一旦断档，这个 GDP 的增速就基本上会没有了。好，大家要去思考这些 GDP 是哪里来的。美国的 GDP 其实已经。其他产业已经是处于饱和状态了，你真的说什么制造业回流这些狗屁啊，先来个5年10年以后再来谈，现在是没法谈这个事情的啊，不是你喊一句话，制造业就能回来，供应链就能回到美国去，对吧？好吧，然后说26年这个接着说这个失业率啊，失业率呢基本上是持平的一个状态。然后那 PCE 呢是大家可以看出来，联储对于通胀的预期是完全往上了，而且是从2.3到2.4调高到了2.7到2.8，这个已经是不得了的一个调整。如果基于这种调整的话，那降息是完全没戏的了啊！如果失业率再出问题 ，GDP 再出问题，那这个妥妥的就是滞胀坐实了啊，滞胀的这个经济状态就坐实了。现在唯一还好的就是说 GDP 还没有崩，但是刚才我也说了 ，GDP 是由于数据中心的建设，如果 AI 的叙事讲不下去，数据中心建设上不去，甚至我给大家一直在讲的这个老的这些 CPU 的中心，如果能用起来的话，数据中心的建设肯定会瞬间会这种需求会消失掉很多。那么这个 GDP 也要下来，那么滞胀就坐实了，衰退就坐实了，好吧？大家要理解这种宏观上面的东西。当然了，我只是一家之言，您也可以多听一听其他的博主是怎么讲的啊。这个只是我自己讲我自己的东西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继续接下去讲这个核心 PCE 啊，核心 PCE 呢暂时还好啊。然后这个是它的 range。这个是联储的利率啊，联储的利率大家可以看到原来是平的，现在是上调，这个整体走到了 3.38 到3.62之间，就是有可能会加息的一种状态，好吧？这个大家要理解这种事情啊。然后我们接着说啊，这些就不看了。然后我特别想看一下的就是大家看一下这个扩散系数啊，扩散系数是大家对于前景的不确定性啊，预期不一致啊 ，GDP 也不一致，也在上升失业率大家基本共识是会上升的，然后PCE 呢，反正也是属于一种没有共识在分化啊，核心 PCE 也一样啊，好吧，就说到这里啊，这是这个东西，然后我们去看今天的盘面啊，今天的盘面呢，反正是整体下挫啊，道琼斯、罗素跌的都挺狠啊，这个反正好吧，大家就看一下就好了。能源呢，就是因为只有油价在涨呢，所以也还好啊。这些就不看了，这些其实今天都没有什么可看的了，我也不想太多的去讲盘面了，盘面反正今天就这么个屌样啊，大家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啊，这个七巨头我也不去看了，今天主要是讲美联储的这些东西，好吧？盘面的东西大家哪里都能看到，今天就不解读了，不然视频拖太长，好吧？讲到这里啊，拜拜。